这个女孩站在铁桶上，想要近距离的观看这匹冠军马，哪知铁门并没有锁紧，让马儿受到了惊吓。好在女孩体型娇小，这才侥幸没有被踩伤到。爸爸有些后怕的告诫她，这匹马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让她以后最好都别再靠近。可没成想到了晚上，女孩趁着家里人都熟睡，居然从窗户上跳了下来，带着2根老冰棍，悠哉悠哉的又来到马厩边。见马儿不停的将头往这边蹭，女孩试探性的把冰棍伸进去，可还不等她反应过来，冰棍就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。见此情形，她好奇的将另一根也伸了进去，结果还是不到一会功夫，冰棍就再次被吃了个精光。女孩高兴的将棍子插在地上，随后迫不及待的跑回屋内，伴随着地上的棍子越来越多，一人一马的命运也开始紧紧交织在了一起。就在几天前，女孩凯尔第一次来到赛马场，她一眼便被这匹叫桑亚的骏马深深的迷住。可凯尔的驯马师爸爸查理却在替桑亚检查身体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右前腿严重发热，这对赛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所以他建议老板今天的比赛不要让桑亚参加。可老板为了讨好合作伙伴，根本就不管马儿的死活，依旧坚持要让桑亚上场。结果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冲刺在最前方的桑亚突然失去平衡，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经过兽医检查，马的右前腿发生骨折，而且情况非常严重，治愈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这也就意味着这匹75万美元的冠军马已经失去了价值。老板毫不犹豫的就想给他签署安乐死协议，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在一匹废马身上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这次的责任都推到了查理头上，说是他的失职没有照顾好桑亚，才会导致他在比赛中发生意外。查理听完顿时气不打一处，表示这种毫无人性的老板他也伺候不起。于是他向老板讨要拖欠了3个月的9000块工资，但老板此时身上也只剩下6000块。查理看着一旁的桑亚，决定让老板用他来抵3000块的欠款。老板十分爽快地答应了，毕竟处理这匹马的尸体还得要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但查理之所以买下桑亚，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豪赌，因为他父亲曾经也是名经验丰富的驯马师，并且还治愈好了一匹断过腿的马，所以查理想让他出手来救治桑亚，没准这匹冠军马还有再次跑起来的一天。可父亲却让他尽早放弃这个想法，还说他当年医治好的那匹马也仅仅只是能下地走路而已，至于想要比赛，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。虽然清楚治愈的几率十分的渺茫，但查理并没有想要就此放弃。第二天他请来了兽医，帮桑亚先固定住断裂的腿骨。可这时2个助手却找到查理请辞，他们觉得自己是训练赛马的人，没有必要在不能参赛的马身上浪费时间。查理听完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，桑亚虽然是不能继续比赛，可身体里的基因依旧还在，如果能让他繁殖出一匹小马，那就有很大几率把优良的基因继承下来，而这样一匹小马起码也能卖到30万。一听还有这等好事，2人立马来了劲，帮助查理用吊架将桑亚吊了起来，这样4肢离地不仅能有助于腿骨康复，还能有效地避免他2次创伤。而自从桑亚住进了家里的马厩，凯尔每天放学都会兴奋地冲进来，可能是因为受到爸爸和爷爷的影响，他对这匹骏马也是情有独钟，无时无刻都想着见到他。每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着了，他甚至会偷偷带着冰棍去见桑亚。长久下来，这一人一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而在几人的细心照料下，桑亚也终于可以重新站起来。接下来就是要为他找一匹上好的种马了。朋友给查理推荐了格兰斯拉，是一匹棕红的骏马，它四蹄壮硕，长鬃飞扬，让查理看得十分的满意。朋友告诉他，可以给他算个友情价，只需要15000块钱就行。然而这对于不怎么富裕的查理来说，显然是拿不出这么多。他本想等事成之后卖了小马再还钱，但这显然并不符合规矩，于是他也只能失落地带着女儿离开。晚上爷爷得知了这件事，让凯尔把一个罐子转交给他爸爸。查理有些好奇地打开罐子，没想到里面装的竟然是2万美元。虽然明白这是老爷子的一片心意，但他却不敢收下这笔钱，因为自从父亲把马场交到他手里，这些年就已经亏损了不少。他不想把老人最后的棺材本也给搭进去，可老人却语重心长地反问查理 ：“Spend your life shoveling horse squat for shakes, or are you going to get back in the game?” 查理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决定收下父亲的钱，毕竟努力了这么久，他也不想就这样放弃了。然而就在第二天早上，兽医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说桑亚由于上次的伤势，导致了他以后都无法生育。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，让充满希望的一群人瞬间跌入到了冰点。当天晚上，查理一夜未眠，他认为是桑亚摧毁了他们一家人，害得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近乎破产。然而查理的妻子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自从收养了桑亚之后，这个家才更像是一个家，因为查理以前都忙得没有时间陪女儿，比起在外头能赚到更多的钱，他更希望一家人能够多一些陪伴，
可查理此时还是觉得十分的后悔，说如果当初不是带着凯尔去看比赛，他早就把桑亚丢在赛场的跑道上，也就不会有接下来这么多事。然而查理的这番话却被凯尔一字不落地听在耳中，他非常伤心地跑回房间，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。等天色才刚亮，他就偷偷从窗户跳下来，跑到了马厩里找桑亚。他害怕爸爸真的会将这匹马抛弃，所以想要带着他一起离开。可就在他刚刚骑上桑亚的时候，查理却拎着饲料突然走了进来，巨大的开门声惊吓到了桑亚，他带着凯尔疯狂地向外面跑去，任凭凯尔如何呼喊，桑亚都没有停下来。查理见状急忙开车追了上去，桑亚四蹄生风在马场上奔腾，查理则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不曾想桑亚是越跑越快，好在查理经验十足，加速冲到了桑亚的前面停车，这才成功的接住了从马背上跳下来的凯尔。而经历了此事，两个伙计却告诉查理一个好消息，在凯尔获救以后，桑亚依旧顺着马场奔跑，而且时速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5英里。依照这个速度，桑亚已经完全具备了参加比赛的资格。查理连忙找来了兽医，通过检测，桑亚的腿伤竟然完全康复了，这让查理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他让助手带着桑亚在赛场上冲刺，发现刚恢复的桑亚速度还有些不够理想。他找到了父亲请教关于让赛马恢复的经验，父亲建议可以让桑亚先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，这样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刺激效果。于是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，查理给桑亚报名了一场比赛，凯尔也来到现场帮桑亚加油打气。桑亚一开始落后在了第5名，但渐渐的他似乎适应了赛场上驰骋的感觉，在终点前追到了第3名。凯尔高兴的就要来找桑亚，可却意外听到爸爸要将桑亚拍卖掉的消息。他回去后直接冲向了桑亚曾经生活的马厩，眼泪也忍不住哗哗的往下流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早已把桑亚当成自己的家人，但查理却觉得培养赛马就是用来交易的，于是他不顾女儿的反对，最终将桑亚以15000元的价格卖掉。然而就在这不久后的一天，查理去学校参加凯尔的家长会，会上每个家长都必须朗读自己孩子写的作文，而凯尔的作文却非常有创意，是一个关于国王与神马的故事。故事中的国王受到了黑暗骑士的侵害，他必须要寻找神马来帮助自己。国王历经千辛万苦，最后终于找到了神马。在神马的帮助下，国王最终战胜了邪恶的骑士。读完作文，查理顿时明白了女儿的良苦用心。当晚，他便主动向凯尔道歉。She liked the stupid kid. Yeah, I like a stupid game. I love the stupid. He loves you too. 第二天一大早，凯尔就惊喜地发现，爸爸居然将桑亚赎了回来，并且还拟定了一份合同，要将桑亚的所有权过继到他的名下。从签下名字的这一刻起，凯尔也正式成为了桑亚的主人。为了让桑亚能够尽早恢复到往日的王者之风，凯尔每天都会早早起来陪桑亚训练，即便是困了乏了，他也只是煮一杯高浓的咖啡来提神。而在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下，桑亚也渐渐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状态。当晚，凯尔便高调地向大伙宣布，决定让桑亚参加这一季的布瑞德杯大赛，因为他相信以桑亚的实力，绝对有希望与其他的骏马一较高低，去赢取那高达1400万的丰厚奖金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种高规模的比赛并不是随便一匹马都有资格参加。查理清楚女儿有些异想天开，但还是不想打击她，依旧带着她来到了初选的现场。这里乌泱泱坐着几十号人，凯尔小巧的身躯顿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当主办方问起他为何来参加评选时，查理以前的老板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嘲笑他。Why don't you stand up? 好在凯尔临危不乱，向主办方出示了桑亚以往的傲人战绩，以及如今已经康复的证明，这才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匹曾经战果累累的冠军马。经过了1周的评选，14匹有资格参赛的马均已出炉，而主办方也在最终决定将最后一个名额给到了桑亚，这让凯尔激动坏了，就连查理都有些不敢置信。可当全家人都还沉浸在喜悦中时，一位不速之客却找上了门。查理的前老板因为名下的马没有入围，所以想以4万美金的价格买回桑亚，但这样无理的条件，凯尔又怎么可能答应？想都没想就拒绝他的要求。老板显然也看出了这匹马的含金量，于是一咬牙就直接给到了10万，并且还许诺会继续聘请查理来当驯马师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条件确实特别的诱人，让凯尔都不禁泛起了犹豫。他转头询问爸爸的意见。 If it was me, I'd tell him to take his money and his empty trailer and get the hell off our farm. 得到爸爸的肯定，凯尔的心也不再摇摆，让老板可以从哪来的回哪去了。虽然拒绝老板十分的爽快，
可接下来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参加比赛还得上缴12万的参赛费。尚且年幼的凯尔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爸爸突然说想带他去一个地方。为了女儿的梦想，查理决定来找萨迪尔王子赞助，因为他与哥哥塔里王子一直在明争暗斗，并且他的哥哥正好也参加了这场比赛，所以查理觉得他应该会对这件事感兴趣。果不其然，萨迪尔一听便询问凯尔，觉得他的桑亚有多大几率能跑赢他哥哥的马。My horse will beat every horse that shows up. 凯尔肯定的回答让他们成功得到了王子的赞助，同时凯尔对桑亚也是信心满满，觉得他一定能够在比赛中大放异彩。可到了比赛的这天，查理又再次发现桑亚的右腿有些发热，他把这个实情告诉了凯尔，希望他可以考虑放弃比赛。但当查理想要将桑亚牵回马厩，桑亚却死都不肯跟着他进去，只是处在原地静静注视着查理。查理顿时明白桑亚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。She wants to run. Let's go. 助手带着凯尔来到了马主观赛席，比赛正式开始。14匹赛马如离弦之箭飞奔而出，铁蹄撼动着大地，震得周围尘土飞扬。赛场外的观众们遥相呐喊，为自己心仪的骏马加油打气。桑亚奋起加速，想要甩开对手，却不料引来了另一匹马的针锋相对，这也导致骑士的脚不小心脱离了马道，让场外凯尔一家人不由看得惊心动魄。好在关键时刻，骑士用手抓回了绳套，但这一耽搁也使桑亚落到了最后一名。此时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/4，桑亚稳住身躯后全速追向对手，他像离弦的箭一般，鬃毛在风中摆动。在大家一声声的加油中，他超越一个个强大的对手，来到了第2名的位置。桑亚耀眼的表现也让观众席那些本不看好的人顿时肃然起敬，伴随着一声声的呐喊，他发起了他最后的冲刺。他们胜利了，代表冠军的花环披在桑亚身上。曾经让爷爷沉寂已久的梦想，让爸爸遭遇挫折的梦想，让女儿遥不可及的梦想，终于在同一天得到了实现。他们用真实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人生就像是赛马一样，我们只有勇敢地向前奔跑，才能做到更好的超越自我。虽然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少挫折，但请不要把曾经最纯净的心掩埋在自己挖掘不到的地方。人生后不后悔，都只能走这一趟。愿我们未来都能成为自己眼里闪闪发光的人。